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月12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看日出。今天要跑一个10几公里的，有点质量的有氧，热身到大阪城不到3公里开始的。跑完这一趟再跑一趟，然后冷身回去，就差不多。现在有点快，我差不多跑到4分20左右。昨天风巨大，昨天厦门马拉松，听说有的小伙伴跑出了好成绩，但是很多小伙伴都说，返程的时候顶风、大桥，然后湿度大，太阳晒，对不对？昨天和一位朋友聊天，他跑了3小时36，稍微有一点点遗憾，对他自己来说。分析了半天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我刚开始没有突破的时候，那2年也这样。一会儿跟大家分享。今天有点冷，昨天刮一天大风，而且到中午的时候下了一阵雪，就是那种就下出来跟那个泡沫塑料弄成球似的那种，就特奇怪。那位朋友336，但是他其实我跟他分析，差不多是有3小时10的水平的，他就总是说，比赛不行，而且呢觉得训练更好。其实就跟我有前几年似的，可能大部分练得特好的小伙伴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时期有这个问题，这一到比赛就觉得还不行。但是为什么喜欢训练呢？因为训练水平越来越高，就觉得自己跑得越来越好，这人之常情。我那时候就是这样，因为比赛太少了。你像普通人1年参加2场，你比赛的状态改不过来，你可能心里的那个印象还是你一开始比赛特艰难的时候，但是这1年你已经变了，或者这2年你已经变了。我那时候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们看，越是参赛多的小伙伴，就从刚开始跑步就参赛的，反而这种问题就少。就没有这心态问题，人就上来就拼，反正怎么跑都是跑，然后也没有说我崩了就接受不了。而你越是想的特多的小伙伴，你可能就越害怕跑崩，因为你跑崩一次，你有话说，哎呦，这一次跑崩了，会不会又给我留下心理阴影？就跟失眠似的，你今天失眠了，你越失眠你越害怕，你越想，哎呦，我会不会明天也失眠？我跟他分析，我说这种东西千言万语都解决不了问题。2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就是他只能管现在，就比赛之前3、4周自己测一个30公里，这种呢至少你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心态会好一些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跟他讲，我说多参赛吧，用赛季的时候多参赛真的不一样。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改变。之前对一场比赛可当回事儿了，然后特别的担心，准备的特别仔细，老怕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。现在就不会了，现在基本不会了，甚至包括起跑之前去卫生间这种事情也不紧张了。最大的变化是从去年的奈良开始的，就是对距离的感觉不一样了。就不管这场比赛状态好坏，到30多公里累不累，是不是全力以赴的比赛，我到了30多公里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大部分都是这样，到了32、3公里，心里想着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，要拼一拼了，
然后特别累，觉得每一步都是在顶，在坚持，在煎熬。我现在虽然也是该累还是累，状态不好的比赛更累，但是呢，我一看手表33公里，我一想，哎呦，太好了，马拉松过得好快呀！还有8公里、9公里、10公里就结束了。从奈良开始的，就是吃完那个事业寿司那儿，我突然一看表，32公里了，我身上还有一能量胶没吃呢。当时那个心态是什么呢？就是小时候，因为我们原来刚上学那时候，全国还是单休，就只放周日，后来有大礼拜了，再后来就双休了。就是那种周六下午下楼踢完球，坐电梯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是周六下午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我好开心啊！因为第二天还能歇一天，这就是变化。这个变化，我个人目前的观点是，通过训练很难获得，因为我都练了11年了，我真正获得就是去年，我下定决心多参加比赛，其实没多少，啊，都不是去年了，对不起，前年2024年没多少，就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或者这么说，你只要说1个月里或者2个月里你跑了3场，你的心态就变了。好，掉头回去拿衣服，然后就回家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办法。其实吃不了多少苦，但是现在就是报名比赛有点难，都得抽签儿，对不对？我这2年有点优势，就这边好多比赛是不抽签的，而且比赛比较多。但是其实，慢慢的，你只要想找比赛，总能找到。我昨天就跟那位朋友说，我说你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说你这场完了你累吗？所以昨天下午聊的，他说还好，就他那个掉速是不正常的，你知道，就过了第2个小时25公里左右，突然就不行了，然后补给也没问题，训练也没问题，1个月跑400多公里，然后强度课也顶得特好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没有理由，没有道理。我觉得虽然马拉松是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情，但是马拉松比赛有的时候不是，尤其是比赛经验太少的时候，可能心态上就先输了，因为没有人跑一场马拉松是不累的，就跟训练一样。你看，你让会长他们专业运动员们去练，他练同样的课他也累，因为标准不一样。他要一场马拉松完了不是精疲力尽的话，那就有遗憾了，那没有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，对不对？所以谁跑马拉松，谁跑长距离，谁跑间歇，累的程度跟他自己来比都一样。所以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感觉能接受它，并且能度过去。没了，其实没什么实质的东西。我昨天也跟他说，我说千言万语我也不能通过说话救你，就得自己去拼一拼吧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嘿，小伙伴们，1月12号星期一，今天这边是假日，这边是成人的日，放假。我得上班。今天状态不错，就没有选择特慢冷身，就一直有氧配速回来了，平均配速4分28，心率144，大概从不到3公里的时候开始跑进有氧配速，前2.5公里在5分以外，之后4分40、4分30，大概用了1公里多，就一直是4分20左右，有那么几公里可能是4分19，还可以。就对我来说，跑到就这么说，跑到差不多2小时50以内、2小时45以内的小伙伴，有氧配速和轻松跑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体感区别了。像我跑到有氧，基本就是比我的马拉松配速慢40来秒，差不多40来秒到1分钟吧。
那这个配速其实不慢了，如果按40秒算的话，差不多要接近一个快要破3的配速。但是我轻松跑的话，其实跟大多数人轻松跑都一样，或者说我们所有人轻松跑其实都差不多，5-6分钟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要是跑5分多钟的轻松跑，跟跑4分20的有氧跑或者4分半的有氧跑就有差异，就像前面有一期节目说似的。但是如果您现在本身最快只能跑到6分，那对您来说轻松跑可能也就是6分多7分，因为8分9分就是走路了，就这么回事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心态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其实我昨天跟那位朋友说，我说就一件事儿，当时第一次改变我的心态。刚才前半段跟大家分享的是第2次改变我的心态。第一次就是纽约马拉松。纽约马拉松就是当时我进入了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，因为起点太冷了，然后又饿，跟那儿喝了3大杯热咖啡，然后两三个贝狗，1个香蕉，吃完肚子都鼓了。我说这场肯定没戏了，又大风，就什么都没想就放开了。昨天跟他讲，2018年的我跟2019年的我在硬件上不可能差45分钟，就从3小时45到3小时02了，这绝对不可能的啊！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心态我觉得跑到一定程度，心态可能占挺大一部分的。不过还是那句话啊，得千锤百炼，你得先有这个硬件基础，你才能说我把它发挥好。反过来就不行，就跟那天说鞋似的，不是鞋让人变快，是变快的人穿上了更快的鞋，好吧？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